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箱两款 Sony 他们最新发布的这个 ZX707还有 A306这个 Walkman 系列的随身播放器。那上回其实我已经有开箱过 Sony 的金砖2代，就是他们最旗舰的那个金砖哦。但其实因为耳机系统不是很熟，加上因为这是客人的机器嘛，所以只玩了几天，所以没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测试跟聆听。但是不用担心，接着我们在3、4月等到我们搬到这个新的更大的展示空间之后，我们会全面展示 Sony 它的包括它的金砖2代、黑砖2代，他们家的旗舰耳机 Z1R。然后 Z7N2 就是我手边的这个，我先把 Z7N2 叫进来，是因为我想说要搭配这个707去做一个测试啦，所以大家可以更期待说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Sony Walkman 系列的全部的一个包含个别的机种，然后还要全线的机器的一种使用心得的分享哦。那大家记得要按赞、订阅、关注我们频道。好，那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 Sony 的这两台播放器哦。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说，在这个就智慧型手机都很泛滥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花个万把块去买这种就是所谓的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那种 MP3 或 MP4 的播放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讲解一下、简介一下它们。首先是 ZX707哦，基本上它就是承袭它的上一代叫507，它的延续的机种。那基本上它上一代也就 WiFi 了嘛，那这一代也是有 WiFi。那但是它的机身就是这一代这个707，它就完全是参照我们目前这个黑砖、金砖的造型。你可以再看到它在它的背面是有一个这种弧形的凸起，然后呢，在上方还有这个 3.5mm 的单端耳机输出，还有另外一个 4.4mm 的这个平衡输出耳机接孔。你可以搭配他们家的，假如说 Z1R 或者是这个 Z7N2 这个耳罩式的耳机，他们都有这个接孔。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侧边的话就是传统的电源键、音量的加减键，然后前一手、后一手啊，暂停，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按键的按钮锁。那你开启按钮锁之后，触控屏幕不影响，但是你的按键就不能再按了这样子。然后下方呢，它就是使用这个 Type C 的充电口。那充电的速度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快的。好，那接着讲到正面，它就是用一个5寸的触摸的萤幕。那当然，我觉得这种讲寸数有时候可能没那样感觉不出来。简单来讲，我最常用就是它就像那个10元麦香的大小。那操作起来流畅度呢，我是觉得，当然以现在的手机标准来讲，它就真的不算快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比较小台的手边这一台的 A306。A306 的话，它的大小，我们先讲大小。我会觉得它像一张扑克牌，然后再稍微小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轻巧。然后它的背板呢是金属的波浪纹，所以摸起来也是特别手感特别的好。它的上方呢是没有做任何的耳机接孔，然后右手边一样是有这个按钮，假如说电源啊，然后大小声啊，然后还有这个上下手播放按键，然后还有按钮锁。然后它的下方呢就是有耳机接孔，然后 Type C 的充电电源孔，然后刚刚忘记讲，就是这个 Micro SD 的扩充插槽。像这个 A306 台湾我记得是进 32GB 的版本，那 ZX707 呢是进 64GB 的版本。基本上两台你在装完作业系统之后都会各少大概 10GB 左右的空间啦。那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势必是要买一张这个Micro SD 的记忆卡来做扩充的。那 ZX707 跟这个 A306 还可以做扩充。然后重量的部分呢 ，A306 它大概100多克，那如果是 ZX707 的话200多克，但拿在手上其实感觉707是真的这种感觉比想象中重啦。也许它也是因为外观来讲跟这个金砖很像，所以就会心中有了它跟金砖有相似的分量。好，那讲完了这个外观哦，所以我们先讲一些无线的规格好了，像ZX707 他们系列都支援这个 LDAC， 就是 Sony 自己家的蓝牙无线的编码，然后还有支援这个 aptX HD。那至于说其他硬体的规格，我觉得这个 Sony 官网上基本上都看得到啦。这个就有点像是说，有时候卖东西还是要去找一些特点来讲，你总不能说打开一个商品的页面，然后就写说，Sony 很厉害，大家请买 Sony 的东西 ，Sony 的品质绝对好，Sony 大法绝对赞，就是，所以他们要找一些像这个，大家看音响杂志常常都会看到，就假如说比较好的这个电子元件啊，然后比较好的这个焊锡啊，比较好的电路板啊，比较好的这个机壳的原料，
或是假如说他们像他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讲说像 ZX707 里面它有一颗它叫 Fat Cap， 就是说它这个电容呢是Sony 特别去定制的，然后因为这个电容特别大，因为你电容如果是直直的再立起来的话，你的机壳就要做得很厚嘛，所以他们为了要让这个电容塞进去，他就给它做一个90度的折角，然后这个工程师他也不去换这颗电容，因为这个电容他觉得这个声音就是非常好，所以他宁愿要去做这种，就是把这电容的角折起来，然后塞进它这个机身，然后机身还要去把它某一些部位磨得更薄，才可以放得下这颗电容。我觉得它算是一种开发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啦。当然，身为消费者，我们最该关心的就是说它的声音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在跟大家讲声音表现怎么样之前，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测试的一些器材。那像我自己本身，我用耳机的经历，坦白讲，我跟 Walkman 的渊源呢，最早不是买 Sony， 我反而是买三星。就没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三星不是卖手机吗？卖电视吗？其实它早期真的有出过播放器。我记得那时候我买过一款三星的播放器，叫做 P3。就我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就是那时候很多品牌可以选，就跑去买一个三星的 MP4 的播放器。然后那时候搭配的耳机，我记得是Grado 的 SR60。那时候大家讲说 Grado 的做工就是很美式作风，美式大妈，就这个做工。它的那个耳机，如果大家有戴过的话，它的边边是有一根铁杆，然后穿在那个它的耳机的壳，然后它那个耳机的壳，坦白讲用久都已经会裂开。就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那款耳机也那时候我10几年前也是2000多块，我用了大概我记得用不到1、2年，它那个旁边的壳就裂掉了。好，这只是一点题外话。我这个耳机历程大概用过像是Grado 的 SR60， 然后 Denon 的入耳式的 C710、C560， 播放器就是三星的 P3， 然后还有后来因为我韩国的那个三星，它那个播放器真的是我用大概1年2年就坏掉了，有点不耐用，我后来就受不了，就换了一个飞利浦1、2千元的播放器了。所以大概这个历程啊，那这次的测试的环境，我就去特别请购了这个 Focal 的 Clear NG， 因为上次其实我听金砖的时候也是用这一款耳机，它大概5万多块。那另外呢，我手边呢，当然这边还有一个 Z7N2， 这就是 Sony 他们自己家的官配。那我手边还有之前讲过的这个7506监听式的耳机，它比较便宜，大概我记得3、4千块。然后还有一个舒伯乐的 HD669， 它基本上致敬一个这个 Sennheiser 的，我记得也是4、5千块的耳机啦。所以这样轮番的评测下来呢，大家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听感。那首先就是听感的部分哦。当我第一次接上这个A306，然后还有这个 ZX707 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感觉就是，你就马上一听你就能体会说，为什么在现代还会有一个人要去花，假如说像 A306 它的价位是不到1万块，接近1万块，然后 ZX707 是大概2万出头，就那个声音的整个的质感，还有人声的穿透力，真的是你跟那个像我7、8万块的技嘉的笔电那个耳机孔那个声音都感觉差了很多，就光用这个1万多块的 A306 听都还差了很多这样子。那当然ZX707 其实我觉得它的声音啊，同样以这个 Focal Clear NG 去听哦，我觉得其实它的声底，尤其是低音的部分，跟金砖2代的走向是有像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价格的关系啦，所以它跟它的高音人声的穿透，然后整个的空间感，它跟金砖2代还是差距蛮大的。那 A306 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视为 ZX707低音在弱化版本的这个声音哦。在推力的部分 ，A306 基本上我用这个 Sony 的7506去听，那我觉得是还 OK。但是如果它上到，假如说用这个 Focal 5万多块耳机去听哦，我觉得 A306 它整个会表现出来，就是说原本你在金砖上面听到的低音、高音啊，那个声音的宽广度都不见了。就是感觉它喂不饱这个耳机。通常我们在音响系统里面讲说推力不好，推力不好。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低音没有力道。就同样一个鼓踩下去，你用推力够的扩拉机去推，那个鼓是感觉非常结实，打鼓的人非常用力。那推力不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打鼓人他可能钱领的不够，或者是没吃饭，那个力道不够。然后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明显就是说它整个的空间感，当推力够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听音乐的空间感它非常的大，然后声音都感觉充斥在整个空间当中。那如果推力不够的状况，你就会觉得声音就是干干的，就像你在小房间然后听人家演奏音乐一样。所以 A306 基本上我在接这种高单价的耳机的时候，就会出现刚刚听到这种状况。所以后面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建议的，假如说耳机的预算或什么去搭配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它里面的功能，像它官网就主打说 Sony 它这系列的播放器啊，它是 Android 的界面，所以基本上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如果你操作过 Android 手机，你应该很会操作它啦这样子。那同时它还有一个自家的 Walkman 的系统。那我必须要讲一下说，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我是使用这个就是 Android 的界面，然后去下载 Tidal 串流音乐软体。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坦白讲，我觉得不用串流软体，你也是真的听音乐蛮不方便的啦。因为毕竟现在很少人会自己买 CD 转档，或者去购买就 Hi-Res 的音乐的电子的档案。所以我一开始是使用 Tidal。加上 Tidal 现在其实如果你申请阿根廷的账号，那个每个月花费不到100元吧，其实网络上都有教学，非常简单，所以我就搭配 Tidal 这样子去听。然后另外一提的就是说 Tidal 本身它有 NQA 就是 Hi-Res 的音乐档案，那这个在 ZAC707 跟 A306 上面它都是可以去做播放的。那我在听的时候，基本上我就一直听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萌生一个想法，就是说，既然它有这个串流的功能，但它同时也做这个 Walkman 内建的本地音乐系统，那肯定是有什么用意。所以我就把 Tidal 的音乐下载下来。当然，就是建议大家说，就这个下载下来还是要自己使用啦。然后把它下载下来之后，我把它灌到了这个 ZAC707 跟 A306 里面，然后再去听了一次。当我用 Walkman 它自家的内建的系统去播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靠，那个声音完全是不同的水平，就完全不同的水准。你会觉得说，假如 A306 好了，假如说你原本觉得它表现是70-80分，但是你在用了这个 Walkman 内建系统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整个的那种人声的情感啊、细致度、低音的强劲度又更加提升了。那同时的这个表征呢，也表现在 ZX707 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真的是觉得说，哇，原来你常看到有人大家在网络上讨论的时候，会有人讲说啊，音乐就音乐啊，就是电子的档案，透过串流播跟透过档案放在那个播放器里面播，声音会差很多，这是笑死人，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有时候有人会讲说什么啊，同样都是电源线，这个有100块跟1000块的，送的都是110伏的电，会有差别，笑死人这样子。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真的是，其实感官的敏锐度它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好像我刚入行卖音响的时候，就老板就直接讲说，就那有5万、有10万、有15万的嘛，你就自己听一听，然后你就可以跟客人介绍它的差异在哪里。坦白讲，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想法一样，就是这5万块、10万块的喇叭有什么差别？就外观不一样啊，其他最好是听得出来。当然低音的差异是听得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是每天都是在播放喇叭，每天都听他们。久了之后，你真的听得出差异。就是今天假如说这个2个喇叭它是有价差的，或者是说它的换了一个喇叭线，换了一个电源线，就听起来好像这些事情很像，假如说在讲一些那种神棍什么的啊，很像那种讲说哇，就是遇到什么真神啊，还是遇到什么佛祖啊，这种就听起来很荒诞、很荒谬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感官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回归到正题，就是说我强烈的建议说，如果今天，因为其实 Tidal 你要把它的音乐下载下来是还算方便啦，我建议大家都说这样子的使用方式，我会推荐大家，你先用串流音乐软体去找你喜欢的专辑，然后找你喜欢专辑之后，你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放到你的这个播放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聆听。其实我现在觉得串流软体，很多人说串流软体出现之后 CD 时代会结束，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有些人还是很喜欢 CD。那串流音乐软体，它更可以说是一种挑音乐的很好的一个工具。假如说你喜欢买 CD 或黑胶，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新的专辑好不好听，你就先去听一下这个串流音乐软体，先去用一下 Tidal。那你觉得这个音色或这个音乐的口味很合，那你就可以再去买它的相关的这种 CD 或黑胶。好，其实这段主要讲说它的内建的 Walkman 系统，我觉得真的是音色非常不一样，就是真的好听的非常多。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它的设定其实 Sony 它的
官网的设定里面有讲说，它有一些什么，我记得有12段的 EQ， 然后有这个 DC 什么相位线性选择，然后有黑胶模拟模式，然后还有一个 DSEE Ultimate 的功能哦。那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其他都算是一种音色的调整啊。那这个 DSEE 它是在讲说，它利用，假如说你今天播一些 MP3 音乐的档案，那这些音乐本身它是有损的格式。那 DSEE 就是 Sony 它自己独特的什么 AI 技术，可以把它演算成，我记得是192千赫兹，然后24比特的这个取样率，叫做播放。但是我个人其实偏好说，像 ZX707 它还有一个终极的功能，叫做 DSD 转码功能，就是说它今天会把你播放的所有的音乐、flag 音乐、wave 音乐都转成 DSD 的格式去做播放。那在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基本上你听所有的 YouTube， 你听所有的那些串流音乐软体，你都会觉得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空间感变大了，然后整个乐器的细节变得更清楚了，就是音乐听起来也更滑顺了。就这个功能真的是很神奇哦！每次考试都得100分的，哇，真的都。其实我在上次的金砖2代就有体验过了，就是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是用 ZX707， 你就把这个 DSD 转码的功能直接开起来。那当你开启这个 DSD 转码功能的时候，你是完全不能使用其他的这个音效设定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无妨，因为这个我就觉得是最好的设定。那但是 A306 的部分哦，它是没有这个 DSD 转码的功能，但是它有一个这个 Clear Audio Plus， 这个就是它一个传承的，有点像是自动的 EQ 啦。那同时它有这个 DSEE 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一样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用 A306， 我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把这个 Clear Audio Plus 这个功能也是常驻开启起来。当然，我看网络上有些人讨论说，这个 Clear Audio Plus 它的这个自动 EQ 的效果，其实听久了声音是比较有太刺激，听久了会比较腻。但是坦白讲，入门的音响或耳机产品，它本来就应该做到说比较有张力啦，因为你如果听起来太平淡，跟那种真的是又更入门这种2-3千块、3-4千块的那种音响或耳机产品，我觉得会拉不开差距。所以我觉得开了这个 Clear Audio Plus 之后 ，A306 的声音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当然细致度就不会像ZX707 它开了个 DSD 功能，就是有增加的感觉，但是它整体音色的那种动态、低音，然后人声的穿透度，我觉得是有增加的。那这时候就有观众朋友想问说，那其他的你真的都不建议开吗？就是坦白讲，像那个它有一个12段 EQ 的功能啊，我也是不建议大家去玩。但是它前面的，我记得在250赫兹以下的这个4段是可以去控制低音的多寡啦，跟低音的这种下潜的深沉的程度。接着是到，我记得是它有一个到 2000K 的部分，那到 2000K 的部分就调整人声，然后4000赫兹以上的话就是调整那种空间感，跟那种假如说鼓有一些金属的敲击声，还会增加它的这种乐器的比例。但坦白讲啊，这种 EQ 的调整功能，除非你是专业人士，或你有受很大量的训练，要不然其实你很难在短时间内调到一个，就有时候你心里面梦想的声音是那样，但是你这个 EQ 工具你怎么调它都达不到，甚至越调越难听。有时候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动。那其他像什么黑胶模拟器，我自己是感觉它在声音的质感密度上其实是没有增加，就只是说一些音色的变化。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 ZX707 你就开 DSD 转码的功能，然后 A306 你就是开启这个 Clear Audio Plus。然后在听串流音乐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是说，它有一个这个高解析串流音乐的功能。就我也是看网友的分享才发现，原来这个要打开起来。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就算你今天听的是这个 Tidal MQA 的档案，它也会由这个 Sony 机器里面内部的 SRC 的晶片，记得统一处理成48千赫兹的一个取样频率。所以就记得这个功能要打开，它才会是有去顺利的去做解码。那另外还要一提的就是说，就讲到这个，那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续航。在 Sony 的官网上面，他写说，我记得他都写说播放的话有大概20-30个小时的续航啦。那以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来讲，我那时候是使用串流音乐嘛，又开 WiFi。A306 的话，大概1个小时就是用10%。我播放就是 Tidal 就是轮流播，然后音量开大概以7506来讲，我记得都开80，然后有时候可能到90。那ZX707 的话，它是用9个小时，我记得是还剩40%，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用内建的 Walkman 系统去播的话，觉得大概那时候我用 ZX707 播了大概9个小时，可能也还剩个50%。
就是甚至我记得剩更多啦。所以坦白讲，我觉得以正常的使用状况来讲，你带出去应该是不用怕说听个1-2天不充电，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因为毕竟可能是通勤的时候啊，或者上班午休的时候听。那加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USB Deck 的功能哦，但这边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 USB Deck 的功能就是它这个第一个，首先它的使用设定是有点令人有点无言。我第一次设定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用嘛，我照它官网的设定步骤的教学，它的步骤教学乍看之下写的就是非常的清楚明了，但是你照着它的操作走完了之后，你还是无法开启它的这个 USB Deck 的功能。然后这时候我也是看网友的分享才发现，其实你要用 USB Deck 的功能必须进到它的 Walkman 系统，然后把它的有一个那个 USB Deck 的选项打开，然后你才可以去做使用。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在把 USB 线一插到这个 ZX707 或 A306 的时候，它的 Android 系统本身也会问你一个选项。你在这个选项的时候，你去勾选那个开启 USB Deck 功能，它是完全无效的。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就是不管是 Sony 官网的教学也好，还是它 Sony 这本身的它整个软体的设计的流程也好，就是整个操作起来，如果不是有人先开山辟路，你真的会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那第三个比较让人觉得非常痛苦或者觉得可惜的是说，你今天你用它的 USB Deck 的功能听音乐嘛，也可以接电脑听音乐，然后也可以享受一个很好的音质。但是很残忍的是，你没办法拿来看电影，因为它看电影它会有一个延迟，而且这个延迟是，假如说我现在对镜头开了一枪，但是大概过了1秒，过了0.5秒，那个枪声才跑出来，所以这完全是无法搭配影片使用的。那我也有看一下网络上，就是说这其实从它的前几代就开始有这个问题了啦。所以这个时候一个问题就来，就是说，你今天你用电脑播音乐，那这个 ZX707 或 A306 它可以当个 USB Deck， 但是假如说我用电脑的态度播音乐，那我就是会想说奇怪，那我 ZX707 本来就可以播串流的音乐啦，我 ZX707 如果我插着充电，我不接电脑，我用它的这个界面直接播音乐，或我直接播它里面的音乐，我不能听吗？就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啊。所以变成说，其他的 USB Deck 的功能就变得有点鸡肋，就是因为它没办法做到这个，把它的这个延迟尽量的缩小。坦白讲，如果它把这个真的能做到说几乎是同步的话，坦白讲，我就推荐大家你一定要买一台这个 Sony 的 Walkman。为什么？因为你同时可以当一个电脑的音效卡，你可以定点使用，然后同时你在通勤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最高音质哦。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惜这样。那当然，有时候这种产品就是有一样好，它没有2样好，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产品。然后再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说，我用这个 Z7N2， 然后跟 Focal Clear NG 接这个 ZX707 的听感哦。首先，这个 Focal Clear NG 跟 Sony 他们自己家耳机的走向，声音走向就非常不一样。Clear NG 的话，它走的是一个比较声音宽松，然后那种听堂感，就是感觉你在国家音乐厅很大的地方听那种交响乐团一样。那 Z7N2 它本身会一个比较像是录音室的感觉，就是听乐团唱歌的时候，你会听到人声感觉离你很近，然后空间的回音会很少，所以这2款耳机本身是一个走向蛮不同的。但是必须坦白讲，就是我觉得 ZX707 其实并没有把 Clear NG 发挥到很好啦，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说对比起来，你会觉得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再进步这样子。那如果推 Z7N2 的话，我觉得就是它那个声音的走向，如果你听一些流行音乐，尤其它这个大鼓的那种或者一些电子音乐的低频，是真的还蛮过瘾。就如果你喜欢听流行音乐，喜欢听那种人声，喜欢听一些动漫的音乐，那真的是还不错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我们讲完了这个 ZX707 A306 它的一些外观，然后续航，然后它的操作，它的设定。那最后就是我来总结分享一下，大家要怎么样去做挑选呢？就是其实我会推荐说，今天如果你的耳机大概我觉得落在1万块以下，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 A306。就如果你的预算播放器也比较有受限，我可以选择这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大概这个价位的耳机啊，像我7506，我就用 A306 跟用 ZX707
去搭，其实我觉得那个声音的进步幅度也还好，就是这个价位的耳机，它本身因为一些材料单体上的受限，所以它进步幅度也不大了。那用 A306 的时候，我觉得就基本上就很足够，但是前提是你要用它的这个 Walkman 内建系统的播放，就播放本地的音乐。用串流的话，我觉得那个音效还是差了一点哦。那如果今天你的耳机是2万到3万的，我觉得可以参考看看用这个 ZX707 去做播放。那讲完这个之后，再讲一下说，就是给大家一个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要花假如说那么多钱去买一个这种随身的播放器。就我觉得说音响的进步啊或什么其实很快嘛，所以大家听音乐我觉得就是追求2个的极端，一个就是音质的极端，那一个就是便利的极端。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这种真无线的耳机可能3-4千块就有了，然后像苹果也有出7-8千块。那音质的部分它也有一个极端，就是假如说像那个Sennheiser还有所谓的大奥吧，就200多万的耳机系统。但是我觉得现代人生活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啦。那如果同时你是一个忙碌的工作者，但是你的收入又还 OK， 或者是说你的兴趣是听音乐的话，我觉得 Sony 的 Walkman 它有算是结合了一点便利，然后也结合了这个音质这样子。虽然有一些这种评论会写说ZX707它有支援这个 LDAC， 它还有支援这个 DS11 这个升频的功能，你可以用 LDAC 功能再搭配DS11 去听这个真无线耳机，你就可以听到很棒的无线的音质。就当我本人我是不会推荐使用者去这样用，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个播放器就2万元，你用这个去听一个真无线耳机，你不如把这个2万块全部都砸来买一个就是2-3万块的真无线耳机，那样的音效接手机，我觉得绝对会比你用一个假如说3-4千块的真无线耳机去听这个，去用这个 Sony 的 Walkman 来的好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Sony 的 Walkman 它给了使用者一个我随时随地啊，我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我可以说它是99分的音质的表现，就是它不是100分，它不像家用系统你今天你听耳机你就是要正襟危坐，你要坐在你的这个固定的大耳廓前面，然后你要接电脑或你要接一些串流讯源，然后你的操作都只能在电脑前面。我今天我可以假如说我可以出去上班，我中午午休我听个音乐，那晚上我要睡觉，我在床上我简单我听个音乐，或早起假如说我看个书我听个音乐，甚至假如你去图书馆念书也可以带着它。就我觉得整个当然有人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它的推力不够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现代人生活时间都零零碎碎的，那这种 Walkman 的其实就是 Walkman 精神，就是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享受音乐嘛。坦白讲也是因为我们开始慢慢有卖耳机之后，我又重新回来，其实我以前都是听喇叭，我就听音响，我对耳机我都觉得说哇，这个耳机的声音就是它没有什么立体感啊，它不像2声道会有那种真的很立体的感受，它就是听一个音色而已。那听耳机很无趣这样，但是经过这些时间，然后我再去重新体验这些耳机产品之后，我觉得耳机听起来它还是有绝对细节上的魅力，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这个音乐的细节。所以其实之后我会用一些参考的耳机系统去做一些更有趣的节目啦。假如说接下来我想去分享像最近这个 Chris Botti 就是 B&W 他们去邀请的一个乐手来台湾哦，那推荐他一些好听的专辑，那或者是说这个2023年的格莱美奖，他其实有一些年度的专辑为大家来分享说，如果你用耳机迷的角度，或者你用音响迷、2声道迷的角度，你会推荐哪几首？好了，那其实这期的就是感想比较多，可能跟机器的方面讲的又比较少了一点，就是机器的硬体或什么的，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分享啦。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或有任何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我们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这次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我们下次见，拜拜。